想要提高记忆力，那就得先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大脑在受到强烈的撞击之后，会在脑壳里剧烈的晃动？也就是我们经常听到过的一个医学术语啊，叫做脑震荡。那它其实算是一种障碍，因为可以让人短暂的失去意识。那如果严重的话，还是会导致失忆的啊。那其实类似这样的情景，你应该在电视里都看到过。但神奇的是，大脑到底是如何把我们的经历变成记忆的？那这些信息又是怎么处理跟储存呢？大家好，今天聊为什么大脑在受到物理冲击之后呢，就会导致人的失忆，而记忆为什么又会这么脆弱？那正常来说啊，人的记忆呢是分很多种的啊。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些大致分成两类。那首先第一点是情节记忆，一般来说就是你亲身经历过的事儿，像是你昨天跟谁去玩了，又或者在很小的时候看到过的一些画面。那每次在你想起来的时候啊，情绪也会被调动起来。那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是不是每一次想到你第一次喜欢的人，都会有心痛的感觉？那其实类似这种都是属于情节记忆。那其次就是语义记忆，那一般啊，它都是跟知识有很大关系的，比如数学公式、英语的单词拼写，又或者是历史事件的年份。那类似这种的都叫做语义记忆。那现在科学家基本都是通过研究情节记忆，慢慢的找到了记忆被保存的秘密。那这是因为我们的经历啊，会以特定神经元的连接方式刻印在大脑里。它大概的步骤是，海马体会先把你目前经历过的一切保存2到3周左右，那有点类似电脑的显卡一样，它只会把最重要的信息转移到大脑皮层，变成我们的长期记忆。那这个过程就叫做记忆巩固。当我们想回忆过去的时候，海马体就会在大脑里输入关键词，去访问大脑皮层里的长期记忆。也就是说，大脑皮层像是一个电脑硬盘，而海马体就像是记忆目录。只有2个区域相互合作的时候啊，才会变成完整的记忆系统。那想一下，你身边有没有那种记忆力特别好的人？什么东西啊，他只要看一遍就能记住。那一般这类人，他天生就比较擅长搭建大脑里的记忆网络，而这种神经元网络的搭建就离不开一些化学物质啊。那其中包括像神经递质里的乙酰胆碱和谷氨酸，还有一些特殊的蛋白质。那这其中乙酰胆碱的分泌量，其实呢，它是可以通过有氧运动去增加的，比如像一些跑步啊、跳操都可以。而海马体作为记忆的搜索引擎，它其实也是可以通过训练来增强的。那这里就要说一个我小时候经常玩的游戏啊，叫超级玛丽。那我查了一下，看我视频的观众应该都知道这个游戏，对吧？所以根据研究发现啊，超级玛丽这个游戏，它确实可以让海马体的体积变大。也就是说，适当的运动再加上游戏训练，真的可以锻炼大脑，帮助我们提高记忆力。但也要注意啊，不是所有的游戏都有这样的效果。像一些射击类的游戏啊，基本上就不太行，因为他们这种游戏就过度的去依赖地图和导航，反而会让海马体缩小，起到相反的作用。要记住啊，以后高度依赖导航的游戏尽量少玩一点比较好。因为记忆的核心靠的就是大脑神经元的网络结构，而脑震荡说的就是大脑的结构在没有被破坏的情况下，神经活动和意识都出现了短暂的障碍。这是因为大脑它在受到剧烈撞击的时候，会让神经元过度的兴奋，之后开始大量释放的谷氨酸，结果就会造成所谓的谷氨酸兴奋毒性，损伤我们的神经元，让形成网络记忆的乙酰胆碱它的分泌量被彻底的打乱，再一次的破坏神经元。那知识点这2种物质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形成记忆力不可缺少的关键物质。那现在你知道了，脑震荡就是冲击力破坏了大脑维持记忆需要的化学平衡，让神经元网络瞬间的瓦解，才造成了失忆。那还有一点脑震荡会让大脑内部的血液流动变乱，产生一些有害的氧化和应激的炎症反应。那这些也都会进一步的伤害神经元网络，对记忆和认知能力也有非常大的影响。那结果就是它除了能让你失忆之外，还可以让你暂时的记不住以后发生的事儿，也就是你的记忆力会明显的下降，什么事都记不住。那这是因为你的大脑已经失去了形成新记忆所需要的功能。那如果
你身边的人啊，或者自己出现这种情况，也不要太担心，因为根据研究发现，神经网络的破坏基本都是暂时性的，一般经过长时间的休养，那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也会慢慢的被恢复到最开始的状态。也就是说，脑震荡导致的失忆基本也都是暂时性的，是可以恢复过来的。但好玩的是啊，脑震荡影响的基本都是可以用语言来表达的记忆，像是情节记忆或者是语义记忆，而那些跟运动有关的记忆却不会丢失。那也不要觉得奇怪，因为这个跟大脑结构的分工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像走路或者跑步，就需要保持身体的平衡和协调性。那类似这种啊，它就叫做运动记忆。所以就算海马体和大脑皮层的神经网络被破坏了，只要你的小脑没事，一般都不会影响行动。这也是为什么小脑萎缩的人基本他就失去了行动能力，而大脑它会把不同类型的记忆储存在不同的区域备份。那这种做法也是非常的合理，因为哪怕你是记忆受损了，但身体上一样可以保留基本的生存能力，比如走路或者抓取东西之类的。那这里就说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在国外有一个82岁的老音乐家被确诊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那因为这个疾病让他的语言记忆和识别能力都出现了非常大的问题，哪怕就是听到了之前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啊，也叫不出歌的名字或者是谁写的，但神奇的是他却能凭着记忆去弹出小时候学过的钢琴曲。那这应该算是身体的一种本能反应啊，那只要手指放在钢琴上就能自然的弹奏出来。那更神奇的是啊，他还学会了镜像阅读，就是把文字或者乐谱倒过来看，依然可以流畅的朗诵或者弹奏出来。那后来啊，根据科学家的推测，可能是音乐刺激他的大脑，激活了身体的运动记忆，甚至还触发了他的情节记忆。那虽然到现在还是没有明确的证据能够解释这种现象它到底是真实的还是个例，但通过研究确实也发现了，就算记忆被疾病暂时给遮住了，也可能在某一个瞬间被唤醒。那最后啊，记忆作为自我本体的一部分，哪怕大脑的功能退化了，有些事儿呢也不会被完全的忘记。所以趁着我们还不算老的时候，就要多去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生活，学会不一样的知识，再把学到的东西刻到大脑里。不要觉得跟你无关的事儿就是没用的事儿，因为这些记忆才是你最宝贵的东西。